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我这一生要从哪一年说起，连我自己也说不准了。记忆像老井里的水，夏天的时候满些，到了冬天就浅了。有些事明明刻在骨头里，有些事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哪一年。只记得那年雪很大，或者那年地里的粟谷黄得很迟，或者村东头的老槐树在某一年的春天没有发芽，我就靠着这些零碎的念头，把这一生过完了一遍。有人说，人老了就只剩下2件事，一是记不住新的事，二是忘不掉旧的事。这话说得不错，我如今站在村口，已经认不出几张新面孔了。村里的年轻人一批一批地长大，一批一批地走了，我能叫出名字的越来越少。可那些很久以前的事，却像刻在墙上的字，越抹越清楚，清晰到有时候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发生过的，哪些是我做梦梦见的，但我知道那些都是真的。我生在一个叫做平的村子里，在咸阳城西边30里的地方。那是一个不大的村子，几十户人家散落在黄土高原的一处缓坡上。村子东边有一口老井，井边有一棵老槐树，树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只知道村里的老人说他们小的时候那棵树就已经很粗了，粗到3个人拉着手也围不过来。村子的西边是一道沟，沟里没有水，只有夏天雨大的时候才会有浑黄的泥流从上游淌下来。沟的2边是高高低低的土崖，崖上挖了很多洞，有的洞是我们这些孩子掏野雀的窝，有的洞据说是很久以前的人挖的，住过谁埋过谁已经没有活人知道了。咸阳城就在那个方向的30里之外。我小的时候没有去过咸阳，只知道那里有很高很厚的城墙，墙上有很多的旗子，旗子是黑的，上面写着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字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秦国的王旗，那个字是秦，那个字线条很硬，像是用刀刻上去的，刻在黑布上，隔着老远都能看见。我那时候看不懂，现在也说不清那个字到底是什么形状了，只记得那个字在风里飘着的样子，飘着飘着就飘进了我的骨头里。我出生的那一年是秦惠文王庚元14年。村里的人说，那一年秦国在丹阳打了大仗，杀了楚国8万人。丹阳在哪里，没有人知道，只知道在很远很远的南边，在秦岭的南边，在汉水的旁边。楚国的兵再也不敢往西来了。那一年秦国的兵威风得很，大人们说话的时候声音都比往常高了几分。我的父亲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对几个邻居说，秦国的兵打到哪里，那里的人就得跪下来，没有人觉得他说的有什么不对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外面已经在传这些事了。我母亲说，她是挺着肚子听完丹阳的消息的，等仗打完，孩子也落地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，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，但我后来想起来，总觉得这话里头藏着什么，藏住他对我的盼望，也藏住他对那个时代的无奈。他盼我生在一个太平的日子里，可那一年秦国正在杀人，这盼望从一开始就落空了。那几年村里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关中的风沙大，春天一刮就是半个月，天地都是黄的，人站在地里睁不开眼。夏天雨水少，书记长得矮，粟穗子也不饱满，收上来的粮食交了付之后，剩下的只够熬过冬天的稀粥。我的父亲是个老实人，一天到晚在地里忙，晌午也不回来，就蹲在田埂上嚼一口干饼，喝一口井水。我母亲在家里纺麻，纺出来的麻线不是卖给人，是交给李典抵今年的布匹。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没有什么不同的。我的父亲被李典叫去修栈道，是在那一年的秋天。栈道是秦岭里的山路，一边是崖，一边是沟，
走在上面要低着头，不敢往旁边看。那是咸阳通往巴蜀的路，秦国的兵要从那里过，粮草要从那里运，所以那条路不能断。李典说，每户出一个男丁，修1个月的路，管饭不发钱。我父亲去的时候，家里的粟刚刚收完，地还没有翻第2遍。母亲站在村口看着他的背影走远，什么也没有说。1个月后父亲回来了，少了一根指头，是左手的小指。母亲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只摇头，问他是打仗受伤的，他摇头，问他是自己不小心受的伤，他也摇头。他就那么一直摇头，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。后来我们也不问了。村里去修栈道的人回来，有断指的，有破额的，有走路的时候一只脚拖在地上的。没有人问谁，也没有人对谁说。大家都知道，有些事问了也白问，说了也白说。我那时才5、6岁，只晓得站在村口的土墙上往外望，望到天边的山，觉得那些山挡住了所有从东边来的人，也挡住了所有往东边去的事。我不知道那些山叫什么名字，也不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。我那时候的世界，就是村子里那几十户人家，那口老井，那棵老槐树，和远处那个看不清的咸阳城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些山其实挡不住任何东西，人和事都像山沟里的水，绕过去也好，翻过去也好，最后都得到同一个地方去。等到我长大一些，约莫11、12岁的时候，村里来了一个从南边回来的人。他是怎么进的村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一年的秋天，树叶刚开始落的时候，李典领着一个瘦巴巴的中年人走进了村里。那人穿着一件破旧的布衣，衣上的颜色褪得看不出原来是什么了，腰上系着一根草绳，眼睛凹陷得很深，脸上的皮肤像是被什么东西晒干了的鱼皮。他走路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左脚在地上拖出一条浅浅的印子，像是蜗牛爬过的痕迹。李典对村里的人说，这人是楚国来的，路上碰到的，问他话也不会答，饿得只剩半条命了，就先留在村里吧。村里的人没有说什么。战国时候的关中，每年都会有从南边逃来的人，有的是躲避兵役，有的是躲荒，有的是被人贩子卖过来当奴隶的。各式各样的人，各式各样的命运，见多了就不奇怪了。那个楚国人后来被安排在村东头一间放柴火的偏房里，李典每隔几天会让人端一碗粥过去。粥是稀的，能照见人影，但总比没有强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好奇心重。有一天中午，趁着没人注意，偷偷地溜到那间偏房的门口，往里面探头。他正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墙，2只手捧着一个破了口的陶碗，碗里是一层清水一样的稀粥。他没有在喝，只是看着碗里的粥，嘴唇轻轻地动着，像是在数什么，又像是在说什么。我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但我记得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，不是眼泪，也不是害怕，是一种我那个年纪还看不懂的东西。后来我长大了，见过很多人才知道，那叫绝望。他发现我在门口，就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我没有跑开，我也看着他。他开口说话了，声音沙哑得很，像是很久没有跟人说过话，嗓子已经生锈了一样。他说，你是这村里的孩子？我说是。他又说，你几岁了？我说11。他就不说话了，低下头，接着看他的碗。后来他又对村里的人说了一些话，经过别人的嘴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，已经不太完整了。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，他说他是楚国人，跑到秦国来躲兵役的，楚国的兵又打输了，垂杀那一仗死伤无数，大王也被骗去了咸阳，楚国要亡了，他好不容易才沿着汉水逃了出来。他说垂杀那一仗，楚国的兵被秦国的兵包围了，后面是河，前面是敌人，左右都是山，逃也逃不掉，跑也跑不了。被砍死的人把河都堵住了，水都是红的。
他说他躲在死人堆里装死，才捡了一条命回来。回来之后也回不去了。楚国到处都是兵，到处都在抓人，谁家有男丁的都要去当兵，不去就杀全家。他只好一路往北跑，昼伏夜行，躲过了不知道多少道卡子，才到了关中。村里的大人听了，脸上都没有表情，好像在听别人家的事。有人在旁边议论，说楚国的兵又打输了，那也是该的，谁叫楚国的王软弱。也有人说，秦国的兵是越打越多了，听说打到哪里，那里就得降，不降就屠城。也有人说，和咱们平村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们是秦国的人，秦国的兵打胜了仗，咱们才能有好日子过。只有我那时年幼，心里想，楚国那么大，真会亡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楚国亡不亡和我那个小村子没有什么关系。亡了，我们还是种地；不亡，我们还是种地。种地的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，也最后一个受到那些事的影响。那个楚国人后来死在村里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家在楚国的哪个县，只知道他来的时候瘦得像一根柴，走的时候也瘦得像一根柴。死在村里的那一天，是那一年的冬月里，天很冷，风把窗户纸吹得哗哗地响。李典叫人把他抬到村外的荒地里，挖了个坑，埋了，连一块石头也没有放。后来我在那块荒地里玩耍，还能看到那个土堆。过了几年，土堆就平了，再过几年，连土堆的影子都找不到了，就好像那个人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，也没有离开过。我没有哭，那时候我已经知道，死人是不能哭的，哭也换不回来，不哭也不能让他多留一刻。村里的老人说，人死了就变成土了，回到了地里头，和书杆子、素杆子没有什么两样。我不知道这话对不对，但我觉得这话里有一种道理，这道理是教人认命的，认了命，心里就不那么苦了。不认命又能怎样呢？该死的还是得死，该埋的还是得埋。我是在什么年纪被征去当兵的呢？说来可笑，我竟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一年家里的粟米收得不好，李典上门来了2回，第一回是催今年的赋敛，第2回是说咸阳要人，咸阳要人，这4个字在村里的分量，谁都知道是什么意思。秦国的兵役法规定，男丁到了17岁，就要在官府里登记入籍，等候征发。征发的时间不一定，有时候是18岁，有时候是20岁，看前线的需要。父亲那年已经老了，他的腰早几年就弯了下去，走路的时候总是扶着墙，手上的茧子厚得像树皮。我那年具体多少岁，我也说不准了，大概是17、18岁，正好到了可以当兵的年纪。我对父亲说，我去。他没有说话，母亲也没有说话，这个家里的沉默比任何话都重。那天夜里，母亲在灶屋里煮了一锅稀粥，粥里放了半碗粟米，这在平时是没有的。她把粥端到我面前，又从一个土罐子里摸出来一小把枣子，枣子是去年秋天晒的，已经干得皱巴巴的了，但总算是甜的。她把枣子放在我碗边，也没有说什么。我低着头喝粥，眼眶有点热，但我忍住了。我是秦人，秦人不兴哭。第2天一早，我收拾了一个布包，包里是一套换洗的衣裳，一块干饼，还有母亲塞进来的一小包粗盐。粗盐是用来调味的，也是用来在紧急的时候涂在伤口上消毒的。父亲站在院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根劈好的木柴，指甲缝里全是黑土。我看出来他想说什么，但他始终没有说出口。他就那么站着，站了很久，直到我走出了村口，回头看的时候，他还站着，木柴在他手里攥得发白。我走的那一天，天阴沉沉的，像是要下雨，又下不下来。我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的时候，回头看了一眼我的家，
3间土屋，屋顶上的草长得很密，墙角有一堆劈好的柴火，柴火旁边蹲着我家那只老狗，老狗叫大，是一条黄色的土狗，尾巴上有个豁口，是前年被狼咬的。狗抬起头看了我一眼，又把头埋下去了。我没有再回头。那年冬天，我在咸阳城外的校场报了到。咸阳城比我想象的大得多。我去的那一天，城外的人多得像蚂蚁。校场在城西边的一大片空地上，地上全是黄土，被人踩得硬邦邦的，连草都不长一根。校场的四周插着很多旗子，黑的旗，上面写着那个秦字，在风里呼啦啦地响。旗下面站着很多穿黑衣的吏，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像土墙一样，看不出喜怒。跟我一起报道的有很多人，我这才知道原来光是咸阳城方圆30里能争到的男人就有这么多。有的人是种地的，有的人是打铁的，有的人是木匠，有的人是瓦匠，各式各样的手艺，各式各样的身份，但到了校场里都变成了同一种人，待征的新卒。新征要先验身体，验完了才能编入队伍。我排在队伍里等了大半天，才轮到我。一个穿黑衣的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说了，他又问哪里人，我说平村的。他再问家里有什么人，我说有父母，他就不问了。在一块木板上刻了一个字，然后递给我一面小木牌，木牌上写着我的村名和一个数字，去丙营报到。他说，丙营在校场的东边，是一片连住一片的窝棚，窝棚是用木头和茅草搭起来的，长长的一排排的，每一排有20个窝棚，每一个窝棚住10个人。我被分到了第13号窝棚，棚里已经有9个人了，我是第10个。和我编在同一屋的有5个人。屋长是个老兵，脸上有一道刀疤，从额角一直划到下巴，像是有人拿刀在他脸上写了一个字。那道疤在光线暗的时候看不太清楚，到了白天阳光底下一看，就明显得很，像是一条沟。别人叫他沈。石屋长说话很少，但每一句都清楚。剩下的是阿昌、阿石，还有一个不爱说话的小子。别人都叫他心里来的，因为他总是说他是从心里来的新人，所以大家就叫他这个名字。他的真名反而没有人叫了。阿昌是咸阳城里的人，据说以前在城里的市集上帮人搬货，力气大，脾气也大，动不动就和人吵架。但他在营里很少说话，只是不断地磨他那把戈，磨得亮光光的，像一面小镜子。阿石是泾阳人，比我小2岁，个子矮，但跑得快。他在营里是专门传令的，伍长有什么话要送到前面去，都是他去跑。心里来的那个小子话很少，我不知道他是哪里人，也没有问过。我们5个人睡在同一个窝棚里，窝棚里没有床，地上铺着一圈稻草，人就躺在稻草上。冬天的时候冷得缩成一团，每个人都把自己所有的衣裳压在被子上，有时候几个人挤在一起睡，靠彼此的体温取暖。我在那个窝棚里睡的第1夜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家那只老狗在叫，声音很凄惨。我醒来的时候，窝棚外面正在刮风，风把棚顶上的茅草吹得呼呼响。伍长教我们怎么擦戈，怎么站队，怎么在行军的时候省力气。他从自己的腰间解下来一把戈，戈的刃有点生锈了，但木柄被磨得发亮，像是抹了一层油。他把戈递到我手里，让我试着握一下。我握住了，觉得那木柄比我想的要重，手一抖，戈头就歪了。伍长把戈拿回去，说：手要稳，心要静，戈是秦人的命。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低，像是在说一个秘密。他又说，记住，你们是秦人，秦人不怕死，但秦人怕乱，乱了就什么都完了。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，真正上了战场是去打韩国。那是什么年，我竟想不起来了。
只记得那年春天的风很干，黄土路上全是浮尘，走路的时候鞋子里都是土。后来听人嘟囔，那地方好像叫伊阙，那一仗听说斩了20多万级。可我只记得那年春天的风很干，黄土路上全是浮尘。我是跟着大队一起走的，不是走在最前面，是走在队伍的当中。我们这些新兵走在中间，前面是老兵，后面是负责押送辎重的民夫，前面是百将、屯长，更大的官。每一级都有每一级的旗子，旗子的颜色都不大一样，黑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在风里飘着，像是一片会动的树林。我不知道我们这支军队一共有多少人，只晓得放眼望去全是人头，连天边都看不到。走路的时候不能说话，也不能东张西望，有时长在前面盯着，谁要是掉队了或者走歪了，就要挨鞭子。我第一天走的时候还不大适应，到了晚上脚底就起了泡，泡破了流出水来，第二天走路就疼。武长看见了，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把他的草鞋让我穿了一天。他的鞋比我的大，我穿着走路的时候鞋子啪啪的响，像是2条鱼在泥地里跳。走了大约半个月，我们到了伊阙附近。伊阙是一座山，山上有2座峰并排立住，像是2扇门，所以叫伊阙。韩国的兵和魏国的兵就守在那2座山之间的山谷里，据说有好几万人。秦国的兵要往东去，就必须从这里过去，所以非要打不可。那是我第一次闻到死人身上的味道，不是在战场上，是在我们行军的路上。我们的队伍经过一条沟，沟里躺着几十具尸体，有的穿着韩国的衣服，有的穿着魏国的衣服，有的光着身子，身上全是血。沟里的水是红的，腥得很，隔着老远就能闻到那种味道，闻到了就忍不住想吐，但又不敢吐出来，怕被武长看见了挨骂。我不敢多看，只能跟着前面的人走。武长在前面喊，走快些，不要停。我就走快些，低着头，不去看那条沟。那是我第一次闻到那种味道。后来我又闻过很多次，多到后来就闻不出来了。闻不出来，是闻多了，就像吃多了粗糠的人，后来吃什么都觉得是甜的。后来我问阿昌，你怕不怕？阿昌说不怕。我说真的不怕。他说怕也得走，不走就死，怕不怕有什么两样？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平平的，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。我也没有再问。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，实话总是不好听的，但也是最让人记得住的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很深的地方。后来遇到很多事的时候，都是靠这句话撑过来的。那一仗我们打胜了。伊阙之战，秦国的兵把韩国和魏国的联军打得大败，杀了20多万人，把山都染红了。我在那场仗里没有杀到人，我那时候还是一个新兵，只在后面负责搬运兵器和收拾战利品。我看见老兵们从前面回来的时候，胳上全是血，有的人身上还粘着碎肉，脸上的表情却是平平的，像是打完了一场寻常的仗。我不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也不敢问。我没办法把这一生所有的事都记得那么清楚，有些年份连在一起了，有些地方叫什么名字我也忘记了，但有些事情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。长平那一仗必须说，那一年是秦昭襄王47年，我在咸阳城外的军营里听到消息，说要发河内的人去长平。河内的意思就是黄河以北，我们咸阳一带算是关中，不算河内，但朝廷又下了令，说河内人口不够，要从邻近的郡再调。我那年已经50多岁了，身上的力气比年轻时差了许多，右膝每逢天冷的时候就疼，走路要扶着兵器。但武长说了，国家要人你就得去。国家要人这4个字在秦国比什么都重。上军的法令里写住，百姓家的男丁一生要服役2次，一次是去前线打仗，一次是去后方筑城。该去的时候不去就是罪，就要连坐，一家犯罪，5家受罚。
所以没有人敢不去，也没有人想不去，去了有功可以受赏，不去就要受罚，这笔账谁都算得清楚。我们这些老兵组成一队，跟在大军的后面，负责守辎重、送粮草，从咸阳到长平，走山路，走小路，走得我的膝盖几乎断了。我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，腿脚不比年轻时候，一天走下来，膝盖就像被人拿锥子戳了一样，到了夜里疼得睡不着觉。但我没有抱怨，我知道抱怨也没有用，抱怨完了路还得走，仗还得打，命还得活下去。等我们到的时候，正听说前头打了大胜仗，赵国的兵被包围了，什么40万人投降，什么秦王要发河内的人去堵住赵国的援兵，营地里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，有的说秦国要吞并天下了，有的说白起将军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，有的说赵国人完了。我站在人群外围，听着他们说，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胜仗败仗我见过的太多了，赢了也不一定高兴，输了也不一定伤心，活着就好。我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，但我远远地闻到了那股味道，不是沟里那种味道，是另一种，那种味道比沟里的更重、更厚，更让人喘不过气来。烧焦的泥土，腐坏的肉，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什么，混在一起，把整个山谷都熏透了。我站在一处山坡上，往山谷里看，看见那边的地面上全是新翻的土，一堆一堆的，连成了片，在月光下像一片起伏的丘陵。有人走过那片地的时候，脚下就会陷下去，因为土是新的，没有踩实，有时候还会踩到什么硬的东西。低下头一看，是人的骨头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坑杀。投降的40万人一夜之间全被埋在了坑里。有人说是武安军的军令，有人说是咸阳的意思，谁说的都有，谁也说不清到底是谁下的令。但不管是谁的命，那新填的土堆在月光下像一片起伏的丘陵，那里头埋的是人，不是一袋粟，也不是一捆柴，是人呐。我站在那里，心里想着这几个字，可这几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，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。40万人，我心里算着这个数字，村里有多少人，几十户人家，100十口人，40万人要多少个平村才能装得下？我算不出来，算不出来就不算了，不算也忘不了。吴常走过来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他想说的是不要想了，于是我就不想了，想了也没有用的，想了也不能让那些人从土里爬出来。长平之后，兵往下走，去围赵国的都城邯郸。邯郸是一座大城，城墙又高又厚，城里的人很多。据说城里有几十万人，有兵，有民，有商人，有官吏，有从别的地方逃过去的难民，也有本地的世家大族。秦国的兵把城围了3层，内层是攻城的主力，中层是截杀从外边来的援兵，外层是阻断城里的出路。3层兵层层叠叠，把邯郸城裹得像一只粽子。我们这些老兵在后面的营地里负责守护辎重和运粮。我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早起检查车上的兵器有没有生锈，看看草料够不够喂马，有没有敌人的斥候摸到营地外围来。营地里的日子很枯燥，枯燥到有时候我觉得打仗还不如种地，种地起码有个盼头，打仗什么盼头也没有，只等着赢或者输，或者死在半路里。3年里，我在营地里种过菜，修过帐篷，也参加过几次小的战斗。有时候夜里轮到我守营，我就坐在营地的外围，看着远处邯郸城里的火光。火光在夜里看得很清楚，一堆一堆的，像是天上的星星掉在了地上一样。城里的人没有柴火烧了，就把木头的家具拆了当柴烧，烧完了就把书简拆了当柴烧，书简烧完了就把简上的字拆下来当柴烧。字是刻在竹片上的，竹片也可以烧。有一年冬天的夜里，城里起了大火，烧了有半边天，火光照到了我们的营地里，
连天都映红了，但城始终没有攻下来。邯郸城里的人据说已经吃起了人，这话我是听营里的人说的，说城里的粮食吃完了，马也吃完了，草根和树皮也吃完了，最后就开始吃人，吃法各式各样的，有人吃自己家里的老的，有人吃自己家里的小的，也有人把自己的孩子扔出城外，求我们收了去。扔出来的孩子有的是活的，有的是死的，有的半死不活，扔出来的时候还在哭，哭着哭着就不哭了。我在营地里亲眼看见过那样的孩子被抱进来，瘦得像一只剥了皮的猴子，眼睛却是亮的，亮得像2滴水银，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别的什么。那样的孩子我见过不止一个，多到后来我就数不清了，数不清就不数了，不数也忘不了。那场仗的最后，我们输了。信陵军带着兵从南边杀过来的时候，是一个冬天的早晨。我还记得那天早上起了大雾，雾很浓，浓到10步之外就看不清人。我正在营地的外围站着，忽然听见南边传来喊杀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近，像是洪水决了堤一样涌过来。营地里乱成一团，有人喊将军死了，有人喊营帐着火了，有人喊敌人杀过来了。我跟着一群人往西跑，跑了整整1夜，天亮的时候才停下来。我的鞋子跑掉了一只，脚底全是血，血是石头磨的，也是路上踩到的什么尖的东西扎的。我坐在地上，低下头看我的脚，脚底都是烂的，有的地方可以看到骨头，白森森的，像是被泡在石灰里泡过了一样。我不觉得疼，只觉得有一种麻麻的感觉，从脚底一直麻到膝盖。后来才知道，前面的大军被打散了，蒙骜将军退回咸阳，重整了兵马，邯郸失败了。我们在营地里蹲了3年的营，到头来是这个结果。有人说是咸阳的援兵没有及时赶到，有人说是敌人的兵力太强，也有人说是我们的统帅判断失误，谁说的都有，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只知道我们打了败仗，很多人死了，很多人跑了，很多人像我一样逃回来了，这些就够了，别的不用知道，也知道不了。伍长在那之后不久就死了，不是死在战场上，是死在回咸阳的路上。他发烧，倒下去就再也没有起来。我守在他旁边，看着他越烧越厉害，烧到后来整个人都糊涂了，嘴里一直在说胡话，说的都是我听不懂的话。他说住说住，忽然不说了。我低下头去看他的脸，他的眼睛睁着，但已经没有光了。我替他合上眼睛的时候，发现他的脸上的那道刀疤比活着的时候还要明显。那道疤在他的脸上淌了很多年，像是一条沉默的河，现在河干了，只剩下一道印子，印在这个已经死了的人脸上。我想他是累了，打了那么多年的仗，赢过也输过，最后死在回家的路上，也算是一种结局吧。我把他埋在路边的一棵树下面，没有立碑，也没有做记号，我只是在心里记住了那棵树的样子，记住了那个地方的大致方向。后来我又路过那里一次，那棵树还在，但我已经认不出哪一个土堆是他的了。土堆长着一样的草，长着一样的野花，风吹过来的时候，闻到的也是一样的味道。周朝灭亡的那一年，我56岁。那一年秦国的兵打到了洛阳，把西周公逼得无路可走。西周公是周朝最后一个有封地的王，他的地盘在洛阳一带，小得很，但毕竟是周王室的血脉。秦国的兵把他围了起来，他就投降了，把象征天下共主权力的九鼎交了出来。那九鼎是天下的神物，重得连拉车的青铜御马都拉不动，要成千上万的民妇流干了血才能运回咸阳。据说那九鼎是从夏朝就传下来的，传了1700多年，现在落到了秦国人手里，就意味着天下再也不是周家的天下了。我没有看见那些鼎，我只是咸阳城里的一个老卒。九鼎是什么样子的，我一点也不知道。但我知道，从那一年起，
周朝就没有了。咸阳城里传出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街上的百姓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，该赶事的赶事，该修理的修理。改朝换代是一件很大的事，但对于一个活在咸阳城里的老族来说，却像是一阵风，吹过了也就没有了。该种地的还是种地，该纳赋的还是纳赋。周朝在的时候是这样，周朝不在了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两样。我那年从军营里退了回来，不是告退，是年纪到了，右膝疼得再也站不直。吴长走了之后，没有人再替我说话，我就只能回家。回家那年，家里的母亲已经死了几年了，她是在我为邯郸的时候病死的，我不在身边，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。我只在她的土冢前倒了一碗糙酒，抓了一把新粟，酒水渗进黄土里，干得很快。站在那个土堆前面，我想起她说过的话。她说她挺着肚子听完丹阳的消息的，等仗打完，孩子也落地了。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的，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。现在她躺在这片土里，我站在土堆前，倒了酒，抓了粟，就像当年她给我抓的那把枣子一样，涩涩的，甜甜的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。后来的那些年，我留在村里种地。咸阳城里的人传说新王做了什么什么事情，什么昌平君反了，什么太后身边的人作乱了，什么秦王要亲政了，我都只是听听，不往心里去。和我同一年被征走的那些人，很多都没有回来，回来的也大多残了。有一天我在村口看见阿昌，他少了一只眼睛，走路的时候要拿手摸着墙。他说他在平阳那一仗里被箭射中了眼睛，拔出来之后就瞎了。那一年他才30多岁，正是能打的年纪，眼睛瞎了，就只能回村里去种地了。我说你运气好，还活着。他说活着有什么用？我没有说话，我们就在村口的石头上坐了很久，看着天上的云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有些话是不用说的，说出来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有一天夜里，我在土屋里听见外面有人敲门，我以为是李典来催缴赋联的，或者是村里有人得了疾病要我去帮忙的。这些事情在村里是常有的，我虽然老了，但还能走得动，有些事情别人还是会来找我。我晃亮了一根支烛，端在手上，走过去开门。烛火是黄色的，照得屋子里忽明忽暗的，像是隔着什么东西往外看。门外站着一个陌生的少年，他站在门口，月光照在他身上，穿着整齐的衣裳，腰上配着一把剑，剑柄上有着很细的花纹，一看就不是便宜的东西。他的脸很白净，眉毛很粗，嘴唇紧紧地抿着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他看着我说，老人家，我打扰了。我说没有，你找谁？他说，我想找一个打过仗的人，问问以前的事。我问他什么事，他说长平的事。长平这2个字像是一把刀，一下子就插进了我心里很深的地方。5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，那股味道，那片新填的土堆，在月光下像丘陵一样的，我使劲地把它们压下去，压在很深很深的地方。压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被这个字给翻了出来。我以为他是一个游学的士子，来询问古事的。这样的人我见过，年轻人，读过书，总喜欢找一些经过了事情的人问东问西的，说是要记下来，传下去。但我又想，古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些埋在土里的人，那些死在路上的同袍，那些被称为斩首或虏获的数字竹简上记下的是那些数字，不是人，不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和我睡在同一个窝棚里的人，不是教我怎么擦歌的人，不是死在回家的路上的人。那些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。我关上门说，我不知道。他站在门外很久，我从窗缝里看见他的背影，在月光下显得很孤单。他站了一炷香的功夫，然后就走了，脚步声很轻，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地上。后来他走了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
也没有问。那个夜晚很冷，我坐在土屋里，盯着窗外的月光，心里很乱，乱着乱着就睡着了。睡着了之后，我又梦见了那片新填的土堆，梦见了那股味道，梦见了无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什么也没有说。最后那几年，我的腿几乎走不了路了。村里的年轻人一批一批地被征走，一批一批地没有回来。我坐在村口，看着那些扛着歌的队伍往东走，心里想着，这些人和当年的我一样，走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秦国的兵越打越远了，据说已经打到了楚国，打到了魏国，据说秦王要统一天下了。我不知道统一是什么意思，统一就是不再打仗了吗？统一就是所有的地方都归一个王管了吗？统一了，我们这些种地的人的日子会好过一些吗？这些问题我想过，但想不出答案。后来我也不想再想了，想也没有用的，不想也想不出来的。村里的人一批一批地少了，少得多了，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了。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，小孩在巷子里跑来跑去，没有人管。我也是老人了，我也在墙根下晒太阳，在阳光里闭着眼睛，想一些很久以前的事情。韩国灭亡的那一年，我已经82岁了。那一年里，点在村头读了官府发下的文书，说韩国被灭了，韩王被俘了，韩国的土地成了秦国的颍川郡。村里的人杀了一只羊，说是庆祝，羊是李典家养的，是村里唯一一只羊，养了好几年了，养得肥肥的，杀的时候叫得很凄厉，叫得半个村子都能听见。羊肉煮了一大锅，煮了3遍才煮烂。村里的人都来吃了，老人吃，小孩吃，我这个82岁的老族也吃。我吃着羊肉，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韩国亡了，和我这个平村的老族有什么关系呢？韩王被俘了，和我这个种了一辈子地的人有什么关系呢？羊是香的，盐放得刚好，不咸也不淡，这倒是实在的。我坐在人群外围，看着那些年轻人笑着喝酒，心里想着，大秦吞了一个国，村里就杀一只羊吗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个国家就这样没有了，和一个人没有了有什么两样？一个人死了，埋了就完了，一个国家亡了，也是埋了就完了吧，只不过埋的范围大一点，埋的时间长一点，埋的人多一点，别的也没有什么两样。那一年的冬天，我没有等到春天，我的这一生就是这样，从秦惠文王的时代打到秦王的时代，从丹阳之战打到长平之战，从邯郸城外打到村口的土墙下。我见过胜利，也见过失败，见过人堆成的山，也见过空无一人的村。我不知道那些死在我前面的人是谁家的儿子，谁家的父亲，我只知道他们和我一样，是秦人，是无理的人，是那个时代里不值一提的一个人。有些人死在战场上，尸骨无存；有些人死在路上，连埋的人都没有；有些人死在营地里，死在了病床上，死在了家里的土屋里，死在了村口的石头旁边。死法各不相同，但死的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变成土，归到地里头，和树杆子、素杆子没有什么两样。我没有留下名字，没有留下家业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之为东西的东西。我这一生争过4次，打过3场仗，杀过1个人，断过1根指头，不是我，是父亲；瞎过1只眼睛，不是我，是阿昌；埋过1个伍长，种过50年的地，倒过2碗糙酒，最后死在了自己家的土屋里。这些就是我的全部了。别人看起来也许什么都不是，竹简上不会有我的名字，史书上不会有我的记载，咸阳城的城墙上不会有我的影子，我家的那3间土屋最后也会坍塌，长满草，长满荒草，长满比人还高的荒草。但我活过，